朋友们好，我是武金。上半年我们去了山西，去了关羽的老家。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湖北当阳市，在我身后就是关宁。关羽大家都非常的清楚。然后呢，这里就是他的身体所埋葬的位置。我们现在就去里面看一下。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地方，大家看一下，在我身后就是神岛碑亭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得聊一聊，在古代其实也是非常有讲究的。老百姓的墓叫坟，是吧？只有帝王的墓叫陵。所以我们刚才一进来的时候是关宁。那其实呢，他是宋朝的时候被称为王，在明代的时候就尊称他为帝王了，就是关宁。所以这个地方大部分的建筑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它都是明代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的再往前面来走，在这一块呢，它有一个碑亭碑亭其实在这里也是非常有含义的。我们都知道，一般的地方像一些陵墓、帝王的陵墓，它都是文官下轿，武官要下马，所以一般的话都在这里就下来，开始慢慢的走进去。所以它这个墓的规制呢，也是帝王级别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块碑呢，其实按照我们现在来讲，也可以说是一个文物了。上面写的是大清道光10年3月，这个呢是当时的一个当阳市的一个知府向朝廷申请的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的往里面来。在我身后呢，就是红楼，也被称为仪门。这里面有2个知识点，大家注意了。第一个知识点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刚才说为什么叫红楼呢？因为它的墙壁是红色的。然后我再来看一下瓦，瓦呢，它是黄色的琉璃瓦，这个也是在明清时期帝王陵的一个标配。第二个知识点，大家注意了，我们身后呢这个门，也就是我们说中间这个门，是平常的话是不打开的，只有什么时候打开呢？只有比如说他帝后，也就是他的夫人关果从这里进去的时候才能打开，平时都是关闭的。好，这里还有一个左右两边的门，按照正常来讲的话，在我的左手边，我们都知道，在封建社会，它的这个尊卑是非常有讲究的，左边为上，所以在这边的话都是君王所出入的，进去祭拜的一条路。比如说一些皇帝过来了，他需要去祭拜，肯定是从这边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有人会问呢，那些大臣怎么办呢？大臣走的就是我们右边的这个门，所以这里面有看点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我们现在再进入里面来看一下。我们现在进来了，其实在这里面也有很多的看点。首先第一个，在我的左手边它是钟楼，在我的右手边它是鼓楼。那么钟楼呢，其实在过去来讲是早上敲钟，到晚上的时候就暮鼓，晨钟暮鼓。好，我们再来第二个看点。第二个看点呢，首先在两边，一个是关羽的一个坐骑赤兔马，现在过去看一下。在我旁边呢，就是一个赤兔马。赤兔马，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，它是曹操赠送给关羽的。因为曹操这个人还是非常的爱财，想用这个赤兔马来留住关羽。但关羽这个人呢，其实他还是非常的讲义气的。然后呢，寻找了他的大哥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再去旁边看一下，又有一个很重要的。那么我们刚才有看到关羽他的一个坐骑，那么这个呢就是他的武器青龙偃月刀。当然，我们面前所看到的它是一个仿制品，不是真实的一个原物哈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简单的来聊一聊关羽。其实关羽这个他出生，很多人都以为他家里面很穷。那我们再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。其实我个人觉得家里条件肯定是还非常不错的。第一个练武在过去的封建社会，家里面一般都是大部分家里面都是吃不饱的。那练武的话，他必须有很大的一个力气，吃饭也干得多才有力气练武嘛，对吧？第二个练武的话，我们刚才也有说到，他肯定要请一些师傅。请师傅的话，在过去也是要有一些钱的，要拜师嘛。就跟我们现在好比去少林寺学武的，你不给钱怎么可能呢？对吧？所以家庭条件还是非常的不错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再进入里面再去看一下。
我们现在所来到的地方呢，就是春秋阁，在这边有一副楹联，我们来看一下写了什么：午夜何能秉烛，九州无地不还乡。其实啊，这里面所看到的呢，它就是关羽夜读春秋的一个塑像。我们都知道关羽武功很厉害，但是他这个人也是喜欢读书的。在这里面就是他的一个画像。这个画像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是不是不太一样？它是红脸的。那么很多人说这个可能就是关羽的一个真实长的样子，因为关羽夜读春秋啊，其实被画下来了，所以流传到现在。你们觉得这个像不像呢？我们现在所来的地方呢，就是关羽身躯所埋葬的地方。那么我们既然来到这里，还是拜一下。在这里面呢，当时考古人员发现一个惊天大秘密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，是什么秘密呢？它的棺椁的话是用4个铁链把它拉起来的，是悬空的。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容我娓娓道来。在1966年的时候，当地有居民发现关羽墓旁边有个盗洞，并且沿着盗洞走到了墓穴之中。然而，居民到达墓穴之后，被眼前的一幕给吓到了。墓室的尽头有一个棺椁，在墓穴当中发现棺椁，并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。然而，居民看到的棺椁居然是用4根铁链悬挂在骨棺，这就是悬棺葬。悬棺葬其实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，古往今来选择悬棺葬的人少之又少。一般选择这种悬棺葬的人多是修道之人，因此居民看到悬棺葬的时候呢，非常害怕，并且第一时间离开了关羽的墓穴。当考古专家听闻关羽的墓穴当中发现悬棺葬之后，迅速赶到了当阳，想要勘察里面的悬棺葬，并也希望在第一时间保护关羽墓，减少损失。当考古人员进入关羽墓穴之时，发现脚下有很多的积水，整个墓穴面积非常的窄小，与想象当中的关羽墓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，而且并没有发现传说当中的金银珠宝。当时很多考古专家也在怀疑关羽墓当中的财宝已经被盗，毕竟盗墓贼已经抢先了一步进到了关羽墓穴当中。然而经过实际的勘察发现，墓穴当中并没有被盗的痕迹，这就说明关羽的墓穴中并没有传说中的金银财宝。而后有人对孙权为关羽修建的悬棺葬有了新的猜测，这次发现地下有积水为一个切入点。在湖北当阳呢，是一个多雨的地区，土壤是比较湿润的。有人认为孙权也考虑到了这一点，才实行了这个悬棺葬，以此来避免关羽的棺椁呢受损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孙权是为了自己掩盖心中的不安，所以为关羽采用了这种方式，以取悦关羽。在外界对于关羽的悬棺葬是众说纷纭，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。毕竟当时的历史当中的话是没有任何记载为什么要悬棺葬的。对此你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